我们今天的这个解牌思维就没有从塔罗牌的历史开始教哦。对，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是塔罗初学者，你是塔罗新手的，也还蛮适合来听这个讲座，因为我会跟大家说要怎么样解牌才会有效率。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解牌上面会遇到困难嘛，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做一个研讨，要怎么样解牌，才可以让我们在解塔罗牌、解决别人的问题，才可以是有效率的，而不会就是每次都觉得卡卡的，对不对？有没有同学是每次解牌都觉得卡卡的，或者是脑袋一片空白的？会的打加一啊，不会的打加二，对，有吗？有没有每次解牌都会脑袋卡卡的，或者是一片空白的？有吼，对啊，这个就是大部分人会遇到的问题啊。我看到蛮多同学有这样的状况。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啊。就算你今天是塔罗牌学很熟了，你今天已经是一个塔罗牌的专业的老师，其实很多时候在解牌的时候还是会卡卡的，所以这个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样卡卡的状态变成可以顺利解牌，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课程。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叫做塔罗解牌逻辑思维。那主讲者就是我啦，我就是主持人宽恕。塔罗解牌逻辑思维，所以解牌它是科学也是艺术。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会把塔罗解牌当成是一种，它其实是有逻辑的，它其实是有元素架构可以去参照的。哦，这个是科学的部分。那艺术的部分就是它其实跟你的心灵是契合的，它可以去理解你现在遇到的什么事情，然后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啊，然后你有什么要觉察、要学习的课题，那这个就是艺术的部分。好，那请大家就是在今天这个直播啊，大概2个小时。那直播最后呢，我就是会送大家3小时学会占卜术的塔罗牌电子书。对，那这本电子书也是我从我的课程里面截录一些精华，然后把它写成一个 PDF 档啊，就是一个电子档这样。那直播的最后我就会送给大家，好不好？好，那今天呢，我就是要解决大家在塔罗牌会卡住的问题。好，阿军说太赞了，OK，对，就是来这边上免费的课程，还有奖品。还有礼物可以拿，对不对？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给大家发问？就是直播的最后会有一个 Q&A 的时间呢、那 Q&A 的时间就会给大家发问，好不好？所以要记得看到最后再发问哦。对，因为我怕那个聊天室一起洗，会把你的问题给洗掉。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理解一下塔罗牌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塔罗牌呢？好，这个问题我可以反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你要学习塔罗牌？今天你坐在这里上课，然后今天你来参加我的讲座，那你学习塔罗牌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为什么想要学习塔罗牌？跟你学习塔罗牌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好，阿军说很好玩，对，然后那个 Ho 说有兴趣，对对，希望未来也可以帮助别人，对，好，为什么塔罗牌它可以帮助别人呢？因为塔罗牌它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啊，它就是我们用来辅导我们自己，或者是说它可以跟我们一起成长，跟我们一起长大的一个工具哦。所以它是有一点像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可以一直陪伴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对，好，我看到自己不一样的面相啊、对，助人助己，没错。好，所以塔罗牌学塔罗牌，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啊，它不会是一个10个小时的课程、20个小时的课程，甚至30个小时的课程就可以学完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每次跟一个老师学完塔罗牌，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在自学塔罗牌的，你会觉得说好像一直缺少了什么东西，好像哪边怪怪的，好像哪边有缺少，好像再怎么学怎么完整，都好像没有办法去填补自己觉得那个不足。那这个不足是来自于哪边呢？其实这个不足就是来自于你对人生上面的一个体验，跟人生上面的经验。对，因为当你在你的人生上面经历越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对塔罗牌有更多角度的诠释。
跟更多不同的面向，这样大家理解吗？所以我们学习塔罗牌是用我们的人生经验，用我们的生活在学习塔罗牌。我今天在我的人生上面遇到所有事情，我都可以用塔罗牌来做解释。助人助己赚收入，哎，很棒很棒。对，就是拿到你该有的报酬啦，对啊，展现你的价值。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说塔罗牌是什么。那可能有一些同学已经知道了，不过我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塔罗牌它是一个用来占卜跟心灵探索的工具。对，那这副塔罗牌呢，它就是有78张牌所组成的，所以总共有22张大牌跟56张小牌。那这个架构是独一无二的哦，是其他的牌卡都没有的。也就是说，只有塔罗牌是这样哦。塔罗牌，因为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塔罗牌或者是神谕卡、天使卡，它之间的差别在哪边？那它的差别在哪边呢？就是塔罗牌的架构是很严谨的。比如说一副天使卡或者是一副疗愈卡，它可能是50张、60张，可是呢，它并没有分什么大牌啊、小牌啊，或者是宫廷牌啊，它没有分得这么的清楚嘛，对不对？可是塔罗牌它分得很清楚，为什么它分得很清楚？因为它的架构相当的严谨啊，它有22张的大牌跟56张的小牌，56张的小牌又有40张的数字牌跟16张的宫廷牌，所以这样的一个架构，为什么塔罗牌会准？就是因为它的架构非常的厉害，因为其他的牌卡都没有这样的架构，所以它才会变成说是我们现在在牌卡界，它还是第一把交椅，它还是就是知名度最高的牌卡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将其他的牌卡也称为塔罗牌，但是其实塔罗牌它是有比较严谨的架构的。所以其他的神谕卡啊、占卜卡啊，他们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如果不是这种78张牌的架构，那它就不算塔罗牌哦。那这边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说，塔罗牌跟其他的牌卡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最重要的是，在外面你会占卜卡，看到一些疗愈卡，对不对？疗愈卡就是用来做疗愈觉察的，它上面的文字就会比较疗愈，比如说彩虹卡啊，比如说天使卡啊，它就非常的疗愈，它会疗愈我们的身心。那占卜卡它是占卜预测某件事情，比如说像雷诺曼啊，或者是像一些基博卡，或者是其他的占卜卡。那这些占卜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哦，它就是用来做占卜预测使用的。好，那塔罗牌它的特性就是它既有占卜预测的功能，然后呢，它也有疗愈跟觉察的功能。那这样的一个架构啊，就会让塔罗牌的地位很难以撼动。对，可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塔罗牌做比拟，我觉得就是易经啊。如果说今天有易经牌卡的话，因为大家也看到很多易经牌卡或者是一些紫微牌卡，那易经牌卡跟紫微牌卡，我觉得它的功用跟塔罗牌是比较像的，就是你可以拿来觉察自己，然后你也可以拿来做占卜预测。对，但是塔罗牌就是算是西方这个西洋神秘学里面的第一把交椅这样。那如果是东方的话，我觉得是紫微牌卡或者是易经牌卡，它们跟塔罗牌有相同的作用。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学习塔罗牌的方式，跟你会遇到的阻碍有哪一些哦。好，那其实学习塔罗牌有很多方式啊。那有些人是看图说故事，有吗？今天有同学是看图说故事的吗？好，我来调查一下哦。就是第一个叫做看图说故事，第二个叫做背牌意，第三个叫做就是记神秘学。好，看图说故事就是去看这个牌面给你的感觉，哎，这个男生看起来有点沮丧，或者说这男的看起来好像不怀好意，所以你就会依照这个牌面去解问题。这个叫做看图说故事啊。那看图说故事，它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学习方式，可是呢，会比较难找到方向跟重点。也就是说，你今天在解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如果只用看图说故事来解的话，你会不知道那个重点在哪边，或者说你不知道到底就是那个方向要怎么去解读。应该很多人都是综合啦，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综合这样。对，阿军应该是通灵吧？阿军应该是通灵吧？好，看图说故事是一种，好在另外一种叫做背牌意。
背牌意就是要印记78张牌的内容跟意义，但是呢，你很容易被关键字给局限住。我在我的那个另外一个课程上面有讲过了，为什么背牌意会被关键字给局限呢？因为你看一本书上面的那个牌意啊，牌意是谁写的？牌意是谁写的？牌意是占卜师写的嘛？塔罗师写的嘛？或者是研究塔罗的学者写的，对不对？那这些牌意它是根据谁的经验去创造出来的？这些牌意就是各种前辈、各种占卜师他们累积下来的经验的汇集。可是这个经验会是你的经验吗？这个经验会跟你遭遇的事情会是一模一样的吗？其实都是会有落差的。虽然牌意有一个核心，可是在这个核心的外面有无限的延伸，所以背牌意你容易被关键字给局限住，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这个经验是别人的经验。好，那这个就要说到塔罗牌的起源啊。为什么塔罗牌它没有固定的牌意呢？为什么？因为塔罗牌它刚发明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用来做占卜的。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考证跟一个证据，说塔罗牌到底是谁发明的，然后它到底是有什么样，它原本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都是找不到的。我们只知道说它出现的时候是有一点像扑克牌一样，是用来玩游戏的。对，所以我们对于它的一个牌意就不会有一个很制式跟一个很就是比较死、比较硬这样的一个规矩啊。假如说你今天玩那个桌游，那桌游是不是都有规矩、都有规则，都说这张牌代表什么意思啊？对不对？那个叫做规矩跟规则。可是塔罗牌没有，因为塔罗牌它没有这种被发明出来，然后就把它定死的感觉，而是有很多的占卜师学者慢慢的去研究它，慢慢的完善这一门技术，然后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塔罗牌。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要背牌意的话，我们要去理解塔罗牌它最核心的那个核心意义是什么，才不会被关键字给局限住。那第三个呢，就是神秘学。好，这个神秘学是我在学塔罗牌的时候，我觉得最难的啊。比如说今天你学是托特塔罗牌，你可能就要记这个神秘学，它这张牌的占星符号是什么啊？它的卡巴拉是什么啊？图像相应就会有人说，哎，这个女生上面戴的桂冠代表的是什么？然后她手上拿的权杖代表是一种什么权力的象征，代表什么？那这个蛇呢，代表的是智慧，对不对？就你们在学塔罗牌或者是在看塔罗牌的书籍，其实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解释。可是这样的解释其实对你在学塔罗上面会非常非常的慢，因为它变成说你要记得跟东西更多了，然后你要记的东西呢更杂了，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靠，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尤其是今天有一个个案来找你做占卜，你帮他抽牌之后，你不会在那边一个一个看他的那个他坐在什么椅子上面，然后他的头有没有戴桂冠啊，然后他有没有拿权杖，就基本上不太会去一一的把它给点出来。对，那这个就是学习神秘学最大的一个缺点。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研究塔罗牌的啦，比如说塔罗牌，它在19、20世纪的时候，有神秘学家在研究嘛，有专门写论文的，专门在研究塔罗牌到底是什么的，那你可能就很适合研究这些神秘学。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要用塔罗牌来解决问题，用塔罗牌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带到我们的生活上去做解决，那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学这些神秘学。或者是说没有这么的急迫，一开始就要学习这些神秘学。好，好，那以上就是我觉得学习塔罗牌会遇到的阻碍，跟大部分人学习塔罗牌的方式。那都讲到前面这边了嘛，所以当然我一定会有一个更高效率的方法会教给大家，那就是要把塔罗牌给系统化。什么叫系统化？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上过很多塔罗牌课程啊，我自己也上过。应该有上过3、4个老师的课程，然后塔罗牌书籍也看过几十本，所以我相当知道说，大部分的人是怎么理解塔罗牌，或者是大部分的老师是怎么在教塔罗牌的。
其实大部分的老师在教就是78张牌的牌意，然后把它都念一遍，大概是这样啊。就这张牌它代表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在感情上面，他在工作上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对，可是这样念一遍的时候，下面的学生就会觉得很想睡觉，下面的学生就会觉得好像在读什么，好像在读教科书一样啊，就会有一点苦不堪言，就觉得就是怎么有一种很累很想睡觉的感觉，然后边看就觉得好像有点恍神，然后就不小心就是跳过了1、2章，刚刚老师讲的那一章我好像没有印象，我好像忘记那一章是讲什么，对，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学习塔罗牌其实不是在学教科书啊。如果你把塔罗牌当成教科书在学习的话，会很痛苦啊。对，因为我们学习塔罗牌，其实学的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跟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要学到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哦。然后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学习塔罗牌是一个终身的学习啊。我们不是说今天上完一堂课，我们就很厉害了，就自称自己是塔罗大师、塔罗王了这样。对，而是我们还要慢慢的在塔罗牌上面去研究啊，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去学习，你才能更加的清楚，就是这张牌它要教会你的是什么。所以像今天我看现在有40个同学，那40个同学对同一张牌的含义就会有40个不同的看法，因为你们的人生经验不一样啊，你们的问题不一样啊，你们的人不一样啊，所以同一张牌你们就会有40种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同一个老师教给你的这个东西，只是那个老师他自己的经验跟他对这张牌的看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学习塔罗牌是很有趣的啦，它就很艺术，可是它也很科学。好，那这个系统化的技巧啊，就是从我的高阶课程去提取出来的秘诀，那也是我上了几百堂课程的一个总结啊。只是我把我的课程把它简化，变成一个浅显易懂的概念。好，塔罗牌有3大系统，你知道吗？